想要结婚就要先考结婚执照。真爱考照中心为你安排一系列的课程，在这里毕业的男女离婚率呢只有20%。我们拥有最先进的 AI 设备，完善的模拟实境教室。真爱考照中心，让你的婚姻迈入康庄大道。哎，你看，我已经成功了登录了这个叫 True Love 的 app， 里面的美女不少。这 dating app 来来去去都一样，那些美女都是照片好看而已。你没听过照片吗？专门骗这种傻瓜。拜托，这可是要考到 marriage license 才能注册的 app。还有啊，这里面的女生都是很认真的在找另外一半。哎，你看这个 Amanda Wu，28岁，不错嘛。哎，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她很眼熟？在哪里见过？他是我去年交往过的 OL 啊。我叫医生。我是 Amanda。如果你不想叫我医生，你可以叫我男朋友。我就说在哪里见过嘛。原来是你花名册里的。喂，花什么花？花你的头啊！我又没劈腿，又不玩一夜情，这叫做 ex girlfriend，OK？ 哎，不如你先帮我看一下吧啊，帮我看一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前嫂子，省得我以后尴尬。哪有那么夸张？哎，我真的搞不懂你，为什么这么想结婚？都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，干嘛自寻死路啊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结婚才能享受到市政府给予买房津贴和税务回扣。还有啊，考到的结婚执照级别越高，收到的回扣就越多。我知道，如果2个 Class 5的男女结婚，就可以得到免息贷款买房子，对吗？就是咯。哎，我可不像你哦，有个富爸爸。哎 ，excuse me， 我工作之后到现在都没拿过我爸1分钱了。是啦是啦，反正我跟你这种玩家说结婚的意义也是白说的啊。哇，说到自己好像专家一样，结果还不是考到最低的 Class 3。你以为这张执照很容易考得到啊？有多难考？我只是不想去考而已。像我这样的白蛋，随随便便考，一定可以拿到 Class 5的。大少爷，痛成这样，身体很虚哦，还说什么 Class 5啊？我看你这样的程度，连执照都考不到吧？师傅啊，太打理了。Sorry。后天啊，就是你爸这一次欧洲巡回最后一场演出了。我们预定周3回国，记得这个周末一定要回家吃饭。知道了。还有啊，月底是我和你爸35周年纪念晚宴，记得把时间空下来。还有，你爸说最好带个旅伴一起来。又来，只要是女的就可以了吧？你不是第一天认识你爸，他的水准你不是不清楚的啊。每次都以他的标准为标准，妈，你是人啊，不是附属品，不要什么事都以他为中心，为他而活。像你们这种不平等、不快乐的婚姻生活，有什么好庆祝的？那如果有一天你打算和他离婚，我一定要帮你开 party 庆祝啊！我的生茶呢？哦，泡好了，放在床旁边。都凉了，再泡一杯。电视怎么还没有关啊？我都说了，电视的杂声会吵到我。还有啊，房间的温度有点高。去调一调。我先去帮你爸。你先去帮他吧，其他事等你们回来再说。好好照顾自己啊。面对像米松这么漂亮、聪明、有内涵的客户，我们当然端出最好的 concept， 不能辜负你对我们的信任。你这么会说话，难怪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。放心吧，米松，有我们的伊森在啊，我保证你一定不会失望。好，那全靠你们了。谢谢，谢啦，再见。再见。慢走。哇，医生 ，You rock man！ 女模偷来的时候脸超丑，我还以为这次我们完蛋了，结果你居然让她笑成那样走出去。像他这种要求多的客户没了更好，不懂装懂，浪费我多少时间跟他解释。好啦，我们家最厉害的创意总监 Miss Ong 那么喜欢你，他们家预算又那么高，你这一次就忍耐一点咯啊！医生，我们年底的花红就靠你了。啊，对了，10分钟之后要跟新的客户见面，你们先去准备，我到外面去等他们。好 ，Thanks Lin。啊，对了，待会儿这个 client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，
他们是全亚洲最受欢迎的珠宝品牌，要不是之前跟他们合作的广告公司不达标，我们是不可能见到这个好机会啊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这位是 AC&R 的 Marketing Director Claire Tan， 这位是我们的 Managing Director Melvin Sim， 还有 Creative Director Ethan Lin。Hi, I'm Ethan. Nice to meet you. 我们进去谈吧。这是我们下半年度的 flagship product, the Blue Sapphire Series。蓝宝石不是珠宝市场传统主流的产品，但是我们发现，越来越多喜爱独特性的消费者选择以它来见证重要时刻。蓝宝石象征着坚贞与永不磨灭的爱情。原本就很适合当婚戒宝石，加上我们选择用的纯蓝色，代表了忠诚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一系列的戒指能够成为 couples 的首选，就像 Edward Lim 这夫妇一样。印象中，他们没有戴过蓝宝石的首饰啊。他们确实没有戴过蓝宝石，可是 Edward Lim 是国际享誉的钢琴家。再加上他跟妻子相处30多年的爱情，已经成为现代情侣心中的典范。我觉得他们非常适合我们品牌今年要呈现的 key message： 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 ，hand in hand forever。我希望我们这个系列可以成为伴侣坚定感情的代名词。如果我们的广告可以用 Edward Lim 为他妻子写的那首《你是唯一》，跟我们的主题将会是完美的契合。把宝石跟爱情做连接，实在恰当。只可惜这 concept 并不独特，我觉得把 target audience 局限于 couple 实在可惜。现在有很多人并不追求天长地久的关系，再加上女性意识再度崛起 ，why not 趁这个机会改变一下 key message？AC&R 是婚戒品牌中的指标 ，couple 一直是我们的 target audience，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这个系列除了要准备结婚的基本客群之外，也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结婚多年的夫妇，就好像 Edward Lim 跟他妻子一样，庆祝结婚周年纪念日的时候，可以购买我们的蓝宝石系列。我一直很欣赏 AC&R 勇于尝试的精神。就像过去婚礼的一切，大家都崇尚于白色，大家都不看好你们的黑金钻戒系列。可是，你们通过一系列的营销策略，成功的把黑金钻戒打造成最时尚的求婚戒指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让蓝宝石成为新时代女性必备的时尚单品。我不能否定你的想法有道理，可是这并不足以让我们改变我们的 marketing strategy。好，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我会提出一个完整的宣传方案。如果到时候我能够说服你，我们再继续发展，怎么样？ OK， 1个星期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我很期待。今天真的是我的 lucky day， 能够遇到这么气质出众的美女。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跟你吃顿饭？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？ 明天晚上啊，明天晚上我应该会在 Town Area 吧，有缘再见。到时候见。这幅画的配色大胆，主次分明，确实很精彩。没想到你还真的找得到我。 虽然套的范围真的不小，不过我知道马大师的画展今晚开幕，你一定不会错过最顶级画家的作品。你就那么有信心？我不只有信心，还有耐心。我已经在这画展逛了2个半小时，每幅画都看了3次以上。
不过我相信，我最想看到的一定会出现。这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别的香水味，让我远远就知道你来了。你追女孩子都喜欢用这招啊？我只对我喜欢的女孩子这么坦白。是吗？那你有 marriage license 吗 ？marriage license？ 看，我们还没正式交往，这样的进展会不会太快？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是说，我是有5级执照的人，所以想跟我约会的男生也一定要有5级，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够不够格啊？够不够格不需要这张执照来证明吧？你是怕你考不到吧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好，我就去考个 Class 5 license来追你，到时候你可别 say no 啊！等你考到再说吧。岂有此理！我已经考这么多次了，为什么还不及格？现在不让我考，结婚是我的人身自由，你们凭什么阻止？这根本就是违反人权嘛！叫你主管出来。Hello， 我就是这里的主管。其实，在结婚之前要考执照呢，是市政府的政策，不是我们决定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要告诉你啊，其实呢，经过测试也发现你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我劝你呢去看一下心理医生，这样子呢来考照呢，成功的几率呢会比较高。我有暴力倾向？谁讲我暴力倾向啊？有暴力倾向就不该考执照结婚吗？师胜，不要乱动手！你谁呀你？关你什么事？你考了7次都不成功，这证明什么？你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如果让你结婚的话，那不是害人害己吗？我劝你还是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吧。Security， 喂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喂，你给我记住！啊，感谢你的拔刀相助。你是来考照的吗？是啊。你不是广告里的主角吗？我还以为你是代言人，原来是这里的主管。我除了是这里的主管，我也是一个合格的结婚顾问。今天算是我们有缘，我帮你办理手续吧，请跟我来。林先生，第一次考照。是啊，恭喜你迈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现在呢，我们需要你设定属于你的虚拟测验的数据。什么来的？这是帮助我们为你设定的虚拟现实环境所使用的。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话呢，直接给我们她的数据就可以了，这会很刺激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心仪的对象也可以。但是奉劝你一句，这一切呢都是幻象，不要当真。好，我传给你他的照片。哎，收到咯。哇，女朋友很漂亮，跟你很相配。OK， 其他的资料都齐全了 ，Perfect。现在呢，我把男生的考照手册send给你，你去研究一下，以应付我们的理论测验。婚姻关系中要懂得聆听对方的需求，把原本的自我淡化，转变成我们。挺简单的嘛，这些谁不知道啊？理论测验通过之后呢，才可以安排模拟课程。因为我是过来人，所以呢要直接的告诉你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因为呢要考到一张结婚执照并不简单。可是这些内容一点都不难啊，这些都是老掉牙的理论。婚姻关系中必须做到愿意真心付出，愿意给予承诺，愿意包容谅解对或错。哎呦，当然是对啦。如果对方犯错，做出让你愤怒的事，这时你要 A 直接指责对方 ，B 保持理性，待对方冷静后再沟通 ，C 冷处理，等对方来认错 ，D 马上把非对错说清楚。要是我的话，就选 C， 但标准答案肯定是 B。 Time's up。我就说嘛 ，piece of cake。Hello。哎，
我跟你真的很有缘分哦。我今天呢，不只是你的指导员，也是你的考官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进行实践课的虚拟实境设备。我们已经根据你的数据，为你量身打造一个属于你的测验环境。手拿过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请戴 VR 眼镜。我们的测试马上开始。哇，这也太真了吧！这根本就是我的家嘛！我结婚了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，可以吃饭喽。你叫我老公啊？要不然我要叫你什么？这也太真实了吧！啊？没事，叫我老公。那吃饭吧，来。哇，天哪，好真哦！什么东西好真？我是说，我看到你，我真的好开心。我很少下厨，卖相不是很好看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你试试看好不好？怎么可能会不好吃？这卖相一看就是5星级大厨的水准，一定好吃啊！不好吃啊？不是，我是觉得，老婆，你怎么可能煮到这么好吃？这味道太好了，你的手艺一流。真的假的？哦，好咸哦！哦，为什么？对不起啊，一定是我忘记了加了2次盐。你不要吃这个了，你吃别的。不会。哎，你看这炒蛋，炒到这么好看，又有这么香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感觉好幸福哦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测验失败，这蛋明明是甜的，怎么可能会好吃呢？我知道要对伴侣赞美，可是不真诚的赞美就等于说谎，不是吗？那么对方呢，不但不会觉得舒服，反而呢感受不到你的真诚。你是在跟老婆说话，还是在跟客户说话呢？我们现在呢进入下一轮。哇，这测验真棒，居然可以看到 Claire 穿睡衣的样子。哎呀，老公啊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怎么啦？谁惹我宝贝生气啊？就是那个猪头上司啊，都不知道他怎么当老板的，只能在办公室里面什么都不做，就在鸡蛋里面挑骨头。明明就是他 approve 过的案件嘛，结果 CEO 一有意见，他就装傻，说是我擅自做主的，你说他过分吗？真的很过分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受委屈了。这个周末我带你去吃你喜欢的日本料理 ，OK？ 老公啊，你有时间陪我逛街吧？我想去买双鞋子，我们可以顺便帮你妈买生日礼物啊。我上次看到有一件粉红色的羊毛大衣，很漂亮哎，还跟你爸出国的时候可以拿来穿。老公，OK。你老婆刚刚跟你说了什么？她说，她抱怨她的上司不做事。非常好。那么刚才呢，你老婆也说周末她想要干嘛，想要去买什么，为什么要买，什么颜色？她说周末要吃饭、逛街、买拖鞋。测验失败，她要买鞋子，帮你妈妈买生日礼物，粉红色的羊毛大衣，出国可以穿的。我就 feel 了。Morning。为什么蓝宝石系列的营销和宣传计划还没有做好？
Relax， 你先坐吧，我跟你解释。广告公司那边提出新的概念，我等一下会去看一看。虽然不见得会用，但是多看看对我们的宣传计划不会有什么坏处。CEO 很注重这个蓝宝石系列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 CEO 给的时间内完成它的。这是你说的，如果 CEO 不满意，你自己看着办。那个 marriage license 真的很难考。我都说了嘛，之后会越来越难。不过，那你今天就好好的放松一下，不要去想。你们搞错，你到底是在按摩还是把我当成是沙包？对不起啊，我帮你换了模式。诶，这味道好熟悉啊！ 我记得这个香水味，还有你折东西的小动作，我想你应该还需要这个。别担心，我 secrets are safe with me。 I'm telling the world that I